各位朋友，你们发现了没有啊？这次川普呢去中国访问，回来以后呢，破防的呢不是美国的媒体，当然美国的一些反华的媒体啊，也是这个阴阳怪气的。我觉得最破防的是西方的这帮美国的孙子们，因为他们当孙子当久了。跪得太久，看到自己的爷爷去中国反倒是跪下了，他们觉得哎呀，这孙子当的不值得呀，所以说西方的一些反华的一些媒体们跳脚的嘲讽川普啊。川普到了欧洲，那是恨不能那个肚子撇着个嘴，挺着个肚子啊，是不是？所以说那些人一看，好家伙，这个到我们这儿来趾高气扬的啊，蛮横无理的，一推啊，在那个峰会上把那个西方的那帮孙子一推啊，是吧？嘲讽这个嘲讽那个，指指点点的，对吧？一看到了中国，像一个去听课的小学生，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家川普识物者方为俊杰，你得看跟谁，对吧？川普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了啊，能当了2届美国总统，他不是像西方孙子想的那样的莽夫，他是最善于看人下菜碟的，明白吗？人川普不傻，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帮反贼们啊，你看看吧，有意思极了啊，是吧？首先来说，法广中文部，我不给大伙说了吗？法广中文部的头是一个这个母绿蛙啊，是吧？台湾的啊，创立的。法广中文部开始跳起来了，开始嘲讽。各位大家好，特朗普对习近平的恭敬远远超出想象。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送欢送，热烈欢送。在中国首都机场，数百名青年男女手举中美国旗，热烈迎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硕大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习近平陪同特朗普检阅三军，数百名儿童欢呼跳跃。即将离京时，习近平还特意请特朗普到境地中南海喝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帝王式款待似乎心领了。除了文革时代，这种对外国领袖的近乎朝鲜的全民欢呼式接待，即使在北京也已很罕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享受了这一特殊待遇，这或许软化了他的视角。那个在竞选时视中国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的特朗普不见了，那个曾以145%的关税来惩罚中国的特朗普早已遁迹。当然，这与北京的以牙还牙有重大关系，且掐出了对手的咽喉，严控稀土出口，双方只好暂时贸易休战。但是这次特朗普对习近平的恭维仍远超出外界的想象，这一点让美国驻中国前大使伯恩斯也感到吃惊。他认为特朗普对习大加溢美之词，将其赞誉为伟大的领导人，并声称与其建立了极好的关系，过火了。他还认为这番言辞让特朗普总统成了一位乞求者，从而在文化层面上陷入了弱势地位，而习近平并没有以极尽铺陈和夸张的溢美之词来回敬，而是始终紧扣自己的议题。在我看来，这使得我们的国家显得软弱，而中国则显得强大，这对我们而言绝非一种好现象。的确，习近平在隆重款待特朗普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要害议题。让不少观察人士吃惊的是，即使在首日会谈中，习近平既以3问来警告对方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应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形同劝告美国认清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才能避免战争爆发，有股中教导贵宾的意味。中方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要害，其实就是台湾问题。习近平在接下来的发言被不少观察家认为是一种严厉的警告。习近平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习补充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说得很直白，而白宫稍后发表的公告并没有提及台湾一字，特席会最后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记者会。中方希望美方把不支持台独改为反对台独的计划，表面看似乎落空了。然而，从特朗普在北京以及回国途中接受采访所做的针对台湾的表述中，给人的感觉却是特朗普听进去了习近平的相关表述，且相当程度地接受了北京的台湾视角或者北京的叙事框架。而且，正如台湾政大教授黄奎博所警告的，小心美国过去标准的一法三公报6项保证一中政策叙述正在悄然转变。6项保证中包括不会在对台军售上预先征求中国大陆的意见，正逐渐被掏空。特朗普在记者追问时称，我们详细讨论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整个过程，实际上讨论得非常详细，我会做出决定的。记者提到里根总统曾经做出的不在对台军售上咨询中国的保证，特朗普回应，1982年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这段讲话中，特朗普还表示，我认为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我认为这是我们最不需要的，我们现在做得很好。这段话如何理解？美国不愿意看到台海发生战争呢？亦或是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不愿付出保卫台湾的代价呢？周六，福克斯新闻台播出第2次对特朗普在北京的专访。特朗普谈到习近平关于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警告，他表示这不是威胁，并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北京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特朗普随后发出了警告，有人希望独立，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并称台湾有人之所以敢往独立方向走，是因为他们认为背后有美国。在是否保卫台湾的问题上，特朗普没有给出承诺。关于对台军售，特朗普的态度也很模糊，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在特朗普发出我不希望有人宣布独立的警告后，台湾总统府周六提醒美国不要忘记对台承诺，指出美国对台军售不仅是明载于台湾关系法中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更是对区域威胁的共同合作。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还表示，致力维护两岸现状一直是赖总统向来的主张，并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北京无权对台湾有所主张。特朗普与习近平定于9月24日在白宫举行另一场峰会，并可能在今年的2场国际会议间隙交谈。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称，这一系列会议可能会以牺牲台湾为代价。台北正在等待美国一项数以10亿美元计的武器计划，而特朗普可能会推迟该计划，以避免在未来的会议前激怒习近平。因此，衡量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会顾及台湾，是否推迟或减少这笔巨额对台军售，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How is Taiwan reading the big Xi-Trump meeting? Well, local newspapers tell the story. Xi warns tha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peace are incompatible. Xi warns that the Taiwan question could cause conflict. Trump ignores it and says that Chinese-US relations are getting stronger. Xi Jinping wants to talk Taiwan, the US doesn't. There were worries that Taiwan, claimed by China but supported by the US, could be used as a bargaining chip during the meeting. That Donald Trump, known to speak off the cuff, might make concessions on those crucial weapon sales to Taiwan to make an economic deal with Xi. But so far, fiery rhetoric and aggression from Beijing and careful silence from Washington. That's nothing new for Taiwan. 那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令人意外的讯息。那我们希望，如果说大家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话，那中共应该先收敛对台军事恫吓的行为。On the streets of the capital, people are calm but clear-eyed. 只要和平就好，其他就还好。我当然是不希望他出卖台湾啊。那他也没有资格出卖台湾，因为他是美国人，不是台湾人。我希望这个内容不要影响到台湾的权益，因为不是每一个台湾人都想当中国人。确实是松一口气了，就没有做任何的关于台湾的问题。那维持现状也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希望嘛。 We don't want Taiwan to be put on the table o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hina-US relations.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independently engaged, not under any other country's framework. I do also suspect he would probably want to avoid any criticism that he had been, weak on the issue of Taiwan, or that he'd been overly accommodating to Xi, anything like that. So again, I think that's how you get this stance where it seems lik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just largely wants to sidestep the issue. Here, just like all over the world, Trump's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is being watched closely.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producer of semiconductors, is also a geopolitical flashpoint that quite often doesn't get a seat at the table. But the message from here is clear. We are not a bargaining chip, and our future is not theirs to decide. 再看看德国之声啊，德国那个之声的中文部也是可能是也是一个台湾这个在这个帮着他们管理的吧。这就说明呢，像德国啊，尤其是德国最近要成了小丑了，知道吗？这德国现在跳起来支持台独，说台独你别怕，连他的美国爸爸、美国爷爷都说不支持台独了啊！什么那德国这个美国孙子的一个官方办的一个电台跳起来说我支持台独，台独挺住，你们别怕。他们不是小丑，谁是小丑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嘛，反共必脑残啊！你看看这帮人，哪个不是智力精神都有毛病呢？对吗？你们先撒泡尿到墙角上照照，你们算是哪儿根葱哪儿根毛啊？你们轮得着你们啊，在这儿嘲讽人家董王吗？董王用膀胱看你们一眼，就算我输，好吧？2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